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厉害的女人。她被困在了无人森林当中，可就是因为眼前出现的这棵大树，竟然让她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阿芳先放下了背包，他认为在这方圆百里无人的环境下，越高的地方肯定就会越安全。于是，他现在要利用这些原木打造出来一个可以爬上树的梯子，然后在空中建造出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他先将这些原木切割成20公分左右的大小。阿芳准备利用榫卯结构，不使用一根钉子就把梯子做出来。关键的技巧在于，他会把原木的一头削出来一个锥形的榫头，然后再将其严丝合缝地插入洞口。每一节楼梯都被严丝合缝地嵌入孔内。现在的阿芳已经使用过3个装备了。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让你带3件装备在原始森林生存2天，你会带什么呢？请大胆地说出来，我也大胆地猜一下，你带的装备能否在这里生存？梯子已经做好了，不过想要在悬空处打造庇护所，他现在就要利用支罗钻在树上打造出支撑点。紧接着，他利用了一根粗藤蔓，在大树上做出来圈梁，再用几根粗一些的原木架在上面。有了圈梁框架后，现在他找来了一些木板，开始制作空中平台。当木板被平铺在框架上，为了能让整个平台更加坚固，阿芳在每一块木板上都钻出孔洞，然后再楔入木钉。所有的原木都被固定在了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后，现在整个平台的承重至少能达到500斤左右。之后，他开始制作庇护所的外围框架。2个粗藤蔓制作出来的圈梁就是他庇护所的主梁，然后再用稍微细一些的藤蔓在主梁上进行交叉绑定。就在此时，雷声由远至近的响起，他感觉这可能是一种不太好的预兆。如果下雨，他很有可能就会失温。阿芳知道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的他也开始加快了建造的速度。这些细藤蔓被他用编织的方法将其和树屋上面的庇护所框架绑定在了一起。这东西不仅韧性非常强，而且当所有的藤蔓编织在一起之后，每一层并且每一处交叉的地方都会受力，让整个庇护所既坚固又安全。正当他在制作门口时，雨也下了起来。看情况，这场雨很快就会过去，但阿芳猜测今夜可能会迎来非常大的降雨。雨停之后，他很担心夜里会有暴雨降临。为了能安全过夜，现在的他开始打造壁炉，并且还要用泥土将庇护所全部涂抹。这样全部涂抹一遍之后，庇护所就达到了最完美的防雨效果。现在他要将壁炉点燃。雨林里的空气非常潮湿，并且夜晚降临时蚊虫也会很多。点燃篝火不仅能让身体保持干燥，最重要的是烟雾能驱散大部分的蚊虫。阿芳从小就跟着爷爷到雨林寻找药材，所以他学习到了很多的生存技巧。现在他要利用藤蔓做一个鱼篓，放在水里碰碰运气。他在河边找了一些田螺，然后将其敲碎放到鱼篓里，之后再将它放进水中，等待鱼儿钻进来就行了。趁现在天还没黑，阿芳要在庇护所内利用剩余的木料打造出基础的生存设施。在将马油灯挂在屋顶后，虽然身处无人森林，但这里也绝对能算得上是雨林中最豪华的庇护所了。一切都准备差不多之后，他准备去河边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听声音，阿芳感觉里面应该是有东西。将鱼篓打开之后，他竟然捕捉到了一只很大的河蟹，这足以让他吃饱。阿芳记得曾经爷爷说过，如果在森林中迷路，只要守着水流，就一定会有希望。他将捉到的螃蟹放进了锅中，然后将其架在壁炉上加热。
看到螃蟹变色之后，他将锅端了下来。现在躲在庇护所里的阿芳也要开始享用今天的晚餐了。听声音，外面又开始下雨了。他准备今夜都不离开庇护所，因为他担心这里会窜出来野生物种。饭后，他喝了一杯热水。此时外面虽然风雨交加，但躲在空中的树屋里面，阿芳感觉很安全。铺好睡袋之后，他也终于能好好的睡一觉。